俄罗斯秘密发布动员令，准备大规模征召士兵，人不够就算了，好不容易攒出来一波大的，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一夜之间就烧了3亿美元。结果因为奥的针数导弹炸进了自家控制的区域。更扎心的是，盟友一个个都转向了，塞尔维亚这边开始辟谣，我们和俄罗斯不是兄弟。卢卡申科也说，我们想和乌克兰谈谈。普京估计都懵了，这场仗怎么打成了这样？塞尔维亚和白俄罗斯又想做什么？据莫斯科时报报道，从2026年初开始，在俄罗斯全国范围内，征兵委员会以更新个人信息为名，把公民叫到征兵办公室，等把人叫来就掏出红色动员令，啪的一声贴进军人证里。其实这就是变相发传票，很多人以为是去更新一下住址或者补一个体检，结果就领到了动员令，上面白纸黑字写着，一旦正式动员令下达，你必须什么时候到什么地点报到，带上什么东西。也就是说，跑一趟办公室的功夫就变成预备役了。最严重的，甚至当场就要签下参军合同。这还不是个例，谷歌趋势显示，从3月底开始，俄罗斯境内与动员令相关的搜索量暴增，到4月初达到顶峰。像什么被贴动员令了怎么办？动员令有效期是多久？红色动员令是什么意思？这些关键词全部冲进了谷歌的超级热门榜单。俄罗斯本土搜索引擎的相关数据也呈现暴涨趋势。从冬天到早春，动员令相关搜索量翻了将近4倍。1月份的时候，相关搜索还不到1万条，结果到了4月，这个数字就飙升到了45764次，是2025年同期的4倍。毫无疑问，俄罗斯人已经陷入了恐慌之中，生怕自己要被拉去舔线。不过，这批动员令的先锋还是有明确优先级的，军事预备役人员首当其冲，他们收到的传票量和动员令数量远远高于普通公民。然而，如果预备役也无法满足战场需求，这种手段迟早要用到普通公民身上。为了拉炮灰，俄罗斯当局的手段可谓是花样百出，以更新数据为名把人叫过去，这一招已经算是温和的了。2026年初，有一个叫 Get Lost 的反战慈善机构曝光了一个案例，某家大公司员工的军人证被集体没收，然后征兵办公室给这些人批量发传票，拿到传票的人就必须去征兵办公室，去了之后动员令就贴上了。整个流程看得火力军叹为观止，先扣证件，再发传票，最后贴动员令，你想不去都不行。阿尔泰地区新罗曼诺沃的地方政府那更是毫不遮掩，他们公开发布了一份名单，要求名单上的所有本地男性带着自己的军人证到征兵办公室报到，接受动员令的粘贴，这个是完全不装了，明晃晃地告诉俄罗斯人，你来准备接受动员。新西伯利亚、车里亚宾斯克等地区的征兵办公室也在这段时间出现了大量同类报告。所以这不是个别行为，而是一场从中央到地方，从大城市到边远乡村的全国性操作。最惨的还是学生群体，俄罗斯方面早就下了指令，每所高校必须有至少2%的男学生与国防部签署参军合同。根据2025年的数据，俄罗斯高校里约有220万男性在校生，如果把2%的配额强推到所有大学和技术学院，被推上战场的学生将多达7.6万人。而且这不是停留在文件层面的要求，在克麦罗沃州的安热罗苏任斯克理工学院，副校长被曝光威胁学生，不签无人机培训合同就立刻送你去前线。问题来了，学生为什么要签无人机培训合同？因为前线有需求，等于说签合同也是死，不签也是死，只不过是早晚的区别而已。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也不遑多让，学生如果不签合同就做开除处理，用学业逼学生去送死。所以现在的俄罗斯哪里还有什么人权可言？在克空眼里，什么公民，什么外国移民，什么学生群体，全都是标签。反正这些人最后只会有一个身份，就是等待被推出去的炮灰。事实上，克空早在去年就为现在的秘密动员铺好了法律通道。2025年10月，俄罗斯政府允许预备役人员在未宣布动员或戒严的情况下执行海外远征任务。2025年11月，普京签署法令，允许征兵办公室全年征召。2025年12月，又批准了2026年对预备役人员进行强制军事训练。这一连串动作本质上就是为了动员，普京不敢在明面上大规模动员，只能通过这些手段进行秘密征召。人力搜刮到这种程度，仗打成什么样了呢？答案是攒了半天的大招打出了年度名场面，针数导弹落到自家控制区了。关于针数这一款导弹，克宫的宣传给它贴了一身金，射程5500公里，覆盖整个欧洲，10马克高音速突防，现役防空系统拦不住，可携带核弹头，一次性释放多个独立分导弹头，听着特别唬人。这东西还贵得离谱，一枚针数导弹成本高达约5000万美元，俄罗斯总共也就几枚。
然而在乌克兰的战场上，现实给克宫上了一课，先别吹有多能打，能飞到地方再说吧。5月24日夜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为此还专门动用了一枚针术。这是俄罗斯在实战中第3次使用针术，前2次分别打击了第聂伯罗和利沃夫，而这一次俄军将矛头对准了基辅。然而据乌克兰监测频道电子雷达的追踪，在那一夜俄军很有可能发射了2枚针术，第一枚大约在凌晨1点左右升空，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乌克兰控制区内没有记录到任何命中报告。那么导弹去哪里了？该频道经过分析发现，这枚失踪的针术导弹根本没有飞到乌克兰控制区，它击中的是顿涅茨克地区俄军自己控制的区域，大概在阿夫迪伊夫卡或亚西努瓦塔附近。一段视频也被传到了网上，开源情报研究团队博罗什诺网络对此做了详细分析。现场视频里能清楚看到顿涅茨克未完工的购物中心，摄像头朝向北面和西北方，这个方向覆盖的范围恰好包括阿夫迪伊夫卡、沃尔昌斯克等地，甚至包括俄罗斯的比尔格罗德。虽然因为画面限制无法确定精准落点，但视频同样指向一点，一枚针术导弹一头扎进了俄军控制区。不过比导弹落点更离谱的还是这场闹剧的票价。有媒体根据公开来源的成本数据做了详细估算，仅仅是这一夜的空袭，俄罗斯砸出去的导弹和无人机总成本约为3.61亿美元，折合约1500亿卢布。其中一枚针术导弹约5000万美元，2枚 Kh-47M2 匕首空射弹道导弹合计1000万美元，3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约1620万美元，30枚伊斯坎德尔 M 和基于 S-400的打击导弹合计1.2亿美元，54枚 Kh-101 口径和伊斯坎德尔 K 巡航导弹合计1.35亿美元，再加上600架沙赫德无人机和诱饵无人机约3000万美元。如果这一夜俄罗斯真的发射了2枚针术，那么这个数字将会突破4亿美元。这笔钱如果拿来做点正经事，不知道能给俄罗斯人发多少红利。但克宫的选择是拿这笔巨款给乌克兰放了一场烟花。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此前警告过，俄罗斯在劳动力短缺、经济压力加大和战场损失不断叠加的3重夹击下，正在走向一个关键抉择点，是收缩战事，还是继续压上经济和社会未来，强制推进战事。目前看来，克宫选择了后者，主打一个疯狂到底。但是俄罗斯冯他的朋友可不愿意陪着他继续踩油门。最扎心的一刀来了，卢卡申科公然喊话要和乌克兰谈判。就在之前，白俄罗斯还在跟在俄罗斯后面，又是提供后方支援，又是搞联合核演习的。结果现在卢卡申科突然开始释放缓和信号。据路透社报道，卢卡申科公开表示自己愿意和乌克兰举行双边会谈，地点随意，白俄罗斯可以，乌克兰也行，都好商量。只要泽连斯基愿意。他还有些抱怨地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跟美国人、德国人、波兰人、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都有得谈，唯独跟乌克兰没话说。这话从卢卡申科嘴里说出来，怎么听怎么别扭。俄罗斯刚发动战争的时候，他就紧随其后，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俄军进攻的集结地和跳板。现在仗都打了4年了，他突然摆出这样一副姿态，火力军看看都觉得好笑。其实在这次表态里，最重要的是卢卡申科还清楚地列出了白俄罗斯参战的条件。按照卢卡申科自己的说法，白俄罗斯没有必要卷入这场战争，无论是民用还是军事角度看，他们都没有这个需要。所以只要乌克兰不攻击白俄罗斯本土，白俄罗斯就不会主动参战。只有在遭到攻击时，白俄罗斯军队才会和俄罗斯一起行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表态，根本原因还是在俄罗斯。这段时间，俄罗斯一直在努力说服卢卡申科要一起搞事，扭头法国出面了，马克龙致电卢卡申科。这还是2022年以来他第一次直接联系卢卡申科，核心宗旨就一个，别卷入乌克兰战争。卢卡申科就这样夹在中间，两头受气。克宫要他出兵，欧洲要他收手，哪一个都得罪不起。不过有一点很明确，绝对不能派兵上前线，不然白俄罗斯国内的反战情绪随时可能把他掀翻。尤其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已经强硬表态，如果白俄罗斯参战，战线将进一步扩大。所以卢卡申科只能尝试搞平衡，对外说我不参战，我还可以和乌克兰谈谈，以免得罪欧洲和乌克兰；对内又可以向普京交差，我没说不帮，只是时机未到。不过他可能忽略了一点，连他这样的铁杆小弟都在左右观望，两头下注，某种意义上已经证明了现在的俄罗斯根本没有未来可言，否则他怎么会顾及欧洲态度？然而更让卢卡申科心塞的是，他已经发出了示好信号，但是基辅那边的反应相当冷淡。总统办公室给了他4个字，毫无意义。泽连斯基的顾问利特文也表示，有什么好谈的？他们只观察卢卡申科的行动，言外之意就是你嘴上说什么我们都不信，我们只盯着你的兵。泽连斯基更是发出警告，让白俄罗斯领导层保持清醒。
任何针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都将面临实实在在的后果。与此同时，乌克兰安全局已经在北部5个州展开了大规模反情报和反破坏行动，北部防线也在紧急加固。乌克兰的态度再清楚不过，你说什么我们不在乎，但你敢动一根手指头，我们就让你后悔。卢卡申科的提议被搁置后，基辅方面继续打脸，他们迎接了白俄罗斯流亡反对派领袖斯维亚特拉纳·齐哈诺夫斯卡娅。这次访问取得了不少战果。齐哈诺夫斯卡娅亲自访问了基辅的被炸现场，与乌克兰外长西比哈达成协议，双方将共同推动对卢卡申科政权的国际追责程序。此外，泽连斯基政府已正式邀请未来的民主白俄罗斯加入卢布林三角，这是乌克兰、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区域合作机制。齐哈诺夫斯卡娅还计划在基辅正式开设一个实体外交平台——白俄罗斯民主力量代表处。结合这次访问，再看卢卡申科那句话，其实基辅已经给出回应了。你要谈，不好意思，我们有更好的对话者。白俄罗斯这边，卢卡申科还想搞平衡，而在塞尔维亚，他们已经开始实打实的动手，要拆掉斯拉夫兄弟这块招牌了。塞尔维亚国民议会议长布尔纳比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被问到塞尔维亚和俄罗斯到底什么关系，他的原话比起之前堪称颠覆。我不会说是兄弟般的关系。他好像还怕别人没听懂，后面继续补刀，先是对乌俄战争的定性，俄罗斯就是纯粹的侵略行为，明显违反国际法，并强调塞尔维亚在价值观上完全与欧盟保持一致。他甚至翻出旧账，提醒全世界，塞尔维亚曾在联合国投票支持暂停俄罗斯人在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然后有人问他，塞尔维亚为什么不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是不是有什么特殊情分？他的回答比没有情分更扎心，因为和俄罗斯的贸易往来不多，跟波黑的贸易量都比俄罗斯大，所以没必要实施制裁。最重要的是，塞尔维亚自己在1990年代遭受过制裁，他们的人民不喜欢制裁。布尔纳比奇敢这么说，也是因为来自欧洲的压力。再不表态，塞尔维亚就别想加入欧盟了。塞尔维亚在2012年就拿到了欧盟候选国身份，到现在整整14年，但是入盟谈判已经停摆了将近5年。欧盟委员会在5月份的最新评估中，更是直接警告，塞尔维亚在制裁俄罗斯问题上的不配合，与其欧盟候选国身份不相容。所以摆在武契奇面前的选择很简单，要么继续跟莫斯科绑在一起，要么被欧盟卡进度，要么开始切割，给国家换个方向，然后继续推入盟进度。塞尔维亚的选择很明显，布尔纳比奇声称欧洲一体化是塞尔维亚的战略优先事项，他甚至连武契奇缺席胜利日阅兵的事都主动拿出来当证据。武契奇2026年没去莫斯科，2025年的时候过去，也是因为刚好碰上了80周年那个大日子，不去不合适。整体基调非常明确，谁要往莫斯科靠拢，塞尔维亚真正要靠向的还是欧洲。我们跟俄罗斯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铁。而武契奇也给出了暗示，称自己可能很快就会递交辞呈。他的第2个总统任期原本要干到2027年春季，现在提前宣布考虑辞职，这背后的压力肉眼可见。毕竟能把一个执政团队逼到公开切割兄弟情这个地步，说明武契奇的回旋空间已经被压缩到了极限。所以对武契奇政府来说，最聪明的办法就是提前切割，先从语言上降温，再从外交上后撤，慢慢回到欧洲的整体轨道。白俄罗斯和塞尔维亚的接连表态也充分证明了一件事：俄罗斯如果无法给自己的盟友带来足够可靠的庇护，就别想着让盟友一直跟在自己身后。盟友体系的崩塌也说明了现在的俄罗斯根本做不到真正维护盟友，他们会做的只有吸干盟友的血，再一脚踹开。就在俄罗斯的盟友都在忙着划清界限，甚至准备跳船的时候，克宫最发愁的还是一件事：乌克兰的飞机天天往后院飞，到底该怎么保护后院？乌克兰的无人机从来都不是炸个响而已，仅仅是5月前20多天，乌克兰的无人机就多次命中10座炼油厂。在俄罗斯中部，几乎所有主要炼油厂都被迫停工或减产，包括基里希炼油厂、别尔姆炼油厂、梁赞炼油厂、莫斯科炼油厂、夏诺夫哥罗德炼油厂，还有塞兹兰炼油厂，一个个拿出来全都是俄罗斯鼎鼎有名的主力。光是这几个厂子被摧毁的装置产能就超过每年8300万吨，占了俄罗斯炼油能力的近1/4。然而克宫对此无计可施，哪怕是普京此前特意更换了空天军司令，也没能给俄军惨淡的防空带来任何有效改变。于是克宫一咬牙，把刀砍向了民营行业。他们计划从6月初开始对莫斯科地区的民用航空实施全面限制。莫斯科飞行情报区内，从地面到5100米高度的所有空域将完全禁止民用飞机飞行。更夸张的是，这个限制区的地理范围向西延伸到白俄罗斯边境和圣彼得堡附近空域，向东北延伸到叶卡捷琳堡地区，向东和东南延伸到萨马拉。这意味着整个俄罗斯将出现一个横跨欧亚边界、覆盖所有主要人口聚集区的巨大禁飞区。而且这些限制预计将持续到战争彻底结束。
所以现在的俄罗斯已经进入了事实上的战时管制状态。这一波操作下来，受影响最严重的是通用航空，什么私人飞机、公务机、飞行训练全部被判了死刑。克宫还强行挽尊，说定期和包机的客运航班可以豁免，但是这点豁免有什么用？就算有这样的豁免，也掩盖不了俄罗斯航空业的崩盘。在制裁、燃料短缺、零部件断供以及中东地区不稳定的多重打击下，预计在2026年夏季，俄罗斯的国际直航网络将会大幅度萎缩，旅客大概只能直飞30个国家左右。相比之前的冬季，降幅高达25%，甚至还远远比不上冷战末期苏联的国际航线网络规模，只有那个时候的1/3左右。把这一切放在一起看，其实已经说明了一个问题：对于现在的俄罗斯来说，他们最危险的敌人不是乌克兰，也不是美国和欧洲，而是他们亲手发起的战争。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普京能够留住自己的盟友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